今天是台风赤红的1周年受难日。自其登陆以来，东南4省有近50万房屋被毁。第2轮禁地试炼统计结果爆出，14个领主顺利存活的，国家共获得万亿级矿物资源，近100种新材料技术突破。禁地试炼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。第3轮禁地试炼即将到来。域外禁地、领主争霸，这些游戏里才有的东西，居然在这个世界真实存在。蓝星被神秘力量入侵，领主参加禁地试炼，失败就给国家带来天灾。龙国已经失败2次，不能再有第3次了。进入试炼能选本国历史文明模板，这决定兵种和发展走向。可龙国在一战中史料损毁严重，对历史认识不全。第1次选晚清，以为对列强开战是强国，结果不到1月惨败。第2次选西晋，更是一塌糊涂。那么多伟大时代不选，怎么就选了这俩屈辱时期？一定要让大家重视文明模板的选择。唉，第3轮禁地快开始了，全国都在备战，没人注意到我啊。试炼者苏阳，你已被选为领主，请在禁地不断发展领地，尽可能的存活下去。我被选中了，终于有机会拯救龙国了。蓝星剩余国家68，禁地试炼将在全境域进行实时直播。领主死亡，绑定国家将遭受天灾惩罚。灾害等级级与领主存活天数相关。禁地每7日统计一次各领主资源数量，100倍具限于相应国家。进入禁地前，这就是每轮都会发的禁地提示新手保护期，在安全范围内将不会遭受攻击。可惜我们之中没人被选中。是啊，我们都想去禁地为龙国而战。不知道这次禁地会选中谁，希望是我们经过培养的军部人才。希望很大。经过上次失败，我们对近1000万人进行了系统训练。除了军部，平民也有6亿人口经过禁地基础教育。只求生存，不求资源的话，我们这次通过试炼的机会很大。无论如何，绝对不能在禁地中阵亡，我们无法再承受天灾了。是谁？这次被选中的人是谁？请一定要是兵哥哥或者高级学者啊！我不想再遭受那样的末日了。选中高级人才的概率太低，我只求不是老弱病残就行了。龙国参赛者苏阳，看着就是个普通人啊。不错了，至少是个四肢健全的年轻人。要选中我这把老骨头才叫完蛋。各位振作起来，给小兄弟打气，我相信他能感受到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全力支持他。大夏学府本科无特殊技能，无特殊背景。这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啊！关键是他前1个月因病休学，错过了咱们推行的禁地基础教学，怎么就选中他了呢？老天爷这是不给咱机会啊！人选已经确定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竭尽全力协助他。10分钟，给我把禁地教学资料简化到1000字以内，让各专家组马上入场。龙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各位手中，动作要快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看到苏阳选手已经出现在画面中，他所处的环境似乎十分奇特。我这是出生在某处原始森林里。欢迎你，领主苏阳，所属文明华夏文明，请选择你的文明模板：商朝、西周、东周、秦。你有一封消息提示。这个时间能给我发消息的只有龙国官方，他们竟然刚开始就把每周1次的交流机会用掉了。苏阳同志，为了龙国全体同胞，请务必遵循我们的建议。你所处的区域为虫巢之心，是禁地中已知最……各位观众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官方给苏阳选手发送了缩减版的禁地资料，以及模板选择和发展方向的指引。这个策略是目前为止的最佳策略。利用低等级、低影响力机制躲避敌人进攻，只要苏阳按照官方规划一步步来，这次就肯定稳了。对，虫巢之心作为最难出生点，稍有发展就会遭受虫群的围剿。当前龙国经受不起任何冒险，稳住活到最后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国家集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，绝不指望于区区弹丸禁地。
他怎么敢的？他怎么敢的？这可是关乎龙国国运，他竟敢胡乱选择？谁能想到这么个普通学生，竟敢违抗国家高层指令，不选晚清，选了个无人知晓的朝代？据残存信息，秦朝距今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其科技水平恐怕低到令人发指。不遵守指令胡乱选就算了，居然还选个上古朝代。可苏阳选的秦朝是几千年前的冷兵器时代，前期战力太弱了，再加上出生点是虫巢之心，面对的是前期战力最强的虫族，龙国这次恐怕九死一生了。通过尚存资料分析，秦朝的军工水平还只停留在青铜器时代，连铁器都没有大规模普及，其前期战力比上次选择的西晋还要差。这选的是什么？苏阳是千古罪人，他想要拉着我们一起陪葬。铜器时代，我没有听错吧？这特马怎么玩？这可是前期最强虫族啊！青铜剑连他们的甲都破不开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次不会比西晋那次死的还快吧？那灾难级别肯定会毁灭龙国的。选择大秦作为模板，除了对那千古一帝、万朝之始的向往，更多是我自己的思考。这禁地试炼发展文明的模式，跟即时战略游戏差不多。我这近2万个小时的 P 社游戏可不是白玩的。文明模板：秦朝初始文明特性：大秦重工，制造物包括武器装备和基础建设，只要是人制造的都是最高等级。有这个，就算前期青铜技术战力也不会低。而且秦朝大兴土木，基础建设能力也强，只要熬过前期，后期肯定厉害。和游戏一样，一切从零开始。领地：秦，领主：苏阳，所属：龙国。这哪是府邸，简直是堡垒！蒸汽技术控制的机械结构，秦朝还掌握了蒸汽技术。我迫不及待想看看这样的秦朝会产出怎样的士兵，说不定前期根本不落。这是初始基地，上一次选西晋出来的初始基地就是栋陈旧木构建筑，可眼前这看着像中期才能解锁的堡垒啊！竟然能用金属造房子，这真是几千年前的朝代。那大门上的机械锁恐怕和咱们现代技艺都不相上下了吧？锁还是蒸汽驱动的，这不是吉利兵到蒸汽时代才解锁的科技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秦朝的科技水平不是青铜时期？初始基地是由不同含量青铜构件组成的。秦朝确实处于青铜时代，不过他们对青铜材料的理解和使用已经登峰造极，蒸汽驱动意味着他们在这方面也达到了顶峰。这么说，我们的开局还不错。不过初始兵种大概率脱离不了时代限制，虽说有惊喜，但我们的处境依旧困难，逃避策略仍是最优选。欧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末日堡垒吗？这么帅啊，比第2轮那个小木屋也强太多了吧？检测到兵营建筑，大秦重工特性触发。御甲营，大秦御甲兵种，触发大秦重工特性，获得了升级。这俩名字听起来就不简单，难道初始士兵真能给我惊喜？士兵可是最重要战力来源，选秦朝很大因素就是看重秦锐士，现在有秦国重工加成，肯定更强。御甲营，统御值1000，兵种大秦御甲锐士，召唤时间5秒。御甲中甲的意思不会是青铜战甲吧？这不仅是外骨骼装甲，还是蒸汽动力战甲，而且看外表很成熟，厚重金属保证防护，机械保留灵活性，这就是大秦重工吗？参见陛下。虽然现在还不够资格，但统领帝国必须有成为始皇甚至超越始皇的雄心。这青铜剑剑身宽大，几乎是普通青铜剑2倍，剑刃锋利，刻满精美印记，握柄还有小型蒸汽装置，这简直是屠杀利器。领主战争不是蛮干，
得精心规划。再次召唤一名御甲锐士，排查安全区内的情况。资源类有蒸汽动力矿机、蒸汽高压泵、液体压缩机；储藏类有固体资源仓库、液体资源仓库，还有和御甲营配套的军营。每召唤一名御甲锐士，得一个容积为1单位的兵营。建立兵营无需资源，但使用需资源。维修装甲号1单位铜矿。御甲动力持续约6小时，非战斗持续移动，战斗或高速移动时持续时间下降。目前资源数量为0。大秦科技靠蒸汽提升，能耗也大，能源问题得尽快解决。能源由浓缩水和燃料组成。水的话，虫巢密林，水资源丰富，以地下河形式存在，有蒸汽高压泵，找湿度高区域就行。燃料资源难度大，这里没有普通树木，只能找矿物。密林中可能有煤矿，还有食物。密林中动物资源丰富，但虫族也是食肉的。捕猎可能遭遇虫族，不过食物能忍，矿物资源急需。安全区内水资源丰富，发现生物活动，但没有矿物资源。果然没有矿物资源，这可麻烦了。这是外骨骼装甲，这装甲技艺已经比现代科技强了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！既保证防御，又保证灵活，还有蒸汽动力驱动，完美跟随穿戴者动作。这外骨骼技艺领先现代科技太多了。外骨骼装甲能大大提升初始士兵战斗力，弥补秦朝前期战斗力弱的问题。但问题是，其他文明前期兵种只需吃东西，我们这装甲运作得消耗燃料。虫巢之心，资源匮乏，装甲撑不到7天新手期结束时的虫族入侵。安全期有7天，侦察领地自己去就行，何必浪费能源让士兵探索？这样消耗下去，失去装甲动力的士兵怎么抵御虫巢？1周1次的交流机会已经用了，没办法左右他的选择，只能听天由命。苏阳已经安装了蒸汽抽水泵，这是我们建立的第1台资源获取装置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！机械工艺实在太帅了！蒸汽动力永远的神，好想拥有一台御甲式的装甲。安全区内没发现燃料资源，他这是在白白浪费御甲士兵的能源。最好的选择是停止消耗，平稳度过7天新手保护期，然后一次性召唤士兵抵抗虫巢。感觉苏阳的操作很不合理呀，他不应该一直这样消耗能源。对呀，安全区内根本没有燃料，这样只是在浪费能源。希望苏阳尽快发现问题，老老实实别搞什么幺蛾子。我操！御甲营开始动了，他竟然又召唤士兵了，什么情况？他是不是疯了？前期有新手保护，干嘛浪费资源召唤士兵啊？安全区内站这么多兵干嘛？难道他以为安全区内有异种？警告龙国选手脱离安全区，7天新手保护期结束。疯了！第1天就出安全区，他想让我们死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所有人都要给他陪葬了！我不想死啊！大家先冷静，说不定苏阳有他自己的打算。从任何角度看，放弃7天安全期都是愚蠢至极、自寻死路的做法。之前的希望都破灭了，他怎么能这么做？镇定！传我命令，全国进入2级灾难应急响应状态。在安全区内没矿物资源，出安全区虽危险，但有机会找到资源，解决能源问题，值得冒险。这地方真诡异，要不是有御甲锐士，我可没信心深入。时间已过去近1小时，他配合其他方向御甲士进行范围搜索。前期资源建筑不能离主基地太远，方便防御。我把统御值全用来召唤御甲士了，要是找不到矿场就完了。能源消耗比想象快，得加快进度。可视范围被植被限制在5亩，搜索效率低，其他方向也无好消息。
这战斗状态安全感真足。能组织这种袭击的，应该是泰伦虫族。听声音数量不少。击杀1级泰伦刺虫，统御值加20，获得全局首杀，解锁成就第1滴血，统御值加1000。不好！不好！凶杀无主！击杀1级泰伦刺虫，统御值加20。刚刚真是命悬一线，还好玉甲瑞士战斗力强。击杀1级泰伦刺虫，加20。还好带了2名玉甲瑞士。追！普通模式提升近1倍身体值，战斗模式3倍，冲刺模式速度能提升5倍。哪里逃？击杀2级泰伦脑虫，统御值加100。触发事件，勇敢者的奖励。竟然触发了激励事件，运气不错。泰伦虫族战力好像没想象中恐怖。不对，是月甲瑞士太强了。虫族机动性强，靠密林掩护偷袭，只有月甲瑞士这种高机动单位能抗衡。击杀泰伦虫族，统御值回报很高，能更快解锁科技发展。还有一枚稀有级生物信号碎块，可合成侦测装置，对密林环境很重要，而且品级提升为稀有，难得的珍品。一场不到1分钟的2对5遭遇战，玉甲就消耗近20%燃料储备，得赶紧找探矿资源。虫群以数量取胜，刚刚玉甲瑞士扛下的攻击消耗了32%护甲值，要是虫群数量增加，结局可能改变。按照虫群活动特性，母巢可能就在附近，不能让基地周边存在虫巢。晚上虫群活动加剧，会威胁主基地和蒸汽水泵，维修它们需要金属铜，我现在可没资源。搜寻探矿和虫巢都是当务之急，只保留500统御值储备，其余700点投入玉甲营。前期多的统御值能更高效执行任务。除守家的3名玉甲瑞士，其余士兵全部出动，在基地外围和遭遇战发生地周边地毯式搜索，这是禁地惯例。领主完成主基地建立后，信息就会公开，了解对手很关键，毕竟在禁地，杀死对手比结盟奖励多。击杀领主能得对方资源和统御值奖励，还有悬赏机制，排名也有道具奖励。各国领主基本是敌对状态。米国历史可选时代少，但实力强，发展潜力佳，已通过2次试炼。这次领主还是鹰派将领麦瑟伦，肯定是激进派，列为一党未来强大对手。熊国、吉利丁帝国、高卢雄鸡也列为一党。这些国家从领主到文明都无可挑剔，都是强敌。绞盆鸡在2战军国主义时期侵略性强，第2轮试炼消灭19名领主。这次领主还是极端军国主义者，东条英机，把他们放进第1队列，排在诛杀榜榜首。这轮试炼强度最高，对手都是现实掌权者，难度超乎想象，但我背靠大秦，有信心取胜。现在要利用开局统御值领先，尽快解决能源，建立防御系统，发挥大秦科技优势。各位观众，禁地全境放出各领主数据，各国媒体迅速统计信息，并进行通关概率预测。此次禁地试炼被评为质量最高、竞争性最大的一次，而苏阳率领的大秦被各国媒体评为本次禁地通关率最低的国家。龙国亲属已尽，是我邦子国登场的时候了。我宣布，绞盆鸡帝国即日起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。白象上国无偿收留龙国女性，老幼皆可。苏阳的行为确实太激进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反驳。一个青铜时期的文明怎么能最快完成首杀？1000年前的文明怎么可能做到？我绞盆鸡的1000点统御值。你们这些看笑话的小人，我龙国不可能会亡。
我相信苏阳有自己的考量，他的行为不需要你们评判。然秦朝古老，但技术一点也不差。我们的士兵都拥有外骨骼装甲。巴嘎亚路，该死的龙国人，快死了，还要抢走收杀成就。我们的计划是超越米国，拿下失联第一。这1000点统御制对开局至关重要。他们出使兵种的情报有了没？这秦朝是个什么来头？秦朝却是千年前的古国，而且好像还和我们先辈有些联系，但具体信息有待考察。关于龙国出使兵种的情报十分混杂，其中有一些讲到了外骨骼装甲之类的科技。1000年的老古董造外骨骼装甲，还用的是青铜。我宁愿相信是那小子天生神力，自己打死了一只虫族。下次别拿假情报糊弄我，别和那群将死之人计较了。命令全军待命，等龙国毁灭后，我们要第一时间登陆，抢占领土，拿下龙国领土，是我们称霸的第一步。还好密林中植物晚上会发光，没给搜寻增加难度。还是没有，已经连续搜寻几个小时了。面一批玉甲瑞士燃料快没了，平均在30%到40%区间。保护我的2名都跌破20%，这还是节省后的结果。再过几小时，第一批就会彻底失去动力。没了动力的士兵难以抗衡虫族，虽然有后备战力，但压力还是很大。找探矿资源太难了。之后一定要解锁探矿科技。这是在接收虫群信号。泰伦虫族有高度分化社会结构，由母虫统领，母虫在虫巢母穴，负责繁殖和传递信号，生产子虫并分化。次虫负责掠夺，脑虫负责指挥和传递信号。这碎块应该是脑虫的信号器官，它在动，说明进入母虫信号覆盖范围。根据信号波动能找到虫巢，拔掉虫巢能消除基地周边危险，有利于发展。而且晚上搜寻时士兵分散，容易被虫群逐个击破，必须集合兵力主动出击。大人，发现探矿，虫巢在一片探矿之下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在士兵能源快耗尽时，探矿和虫巢一起出现，解决安全和能源危机，就靠这一战了。虫巢只有一处入口，外面有5单位虫族小队，在出入口围杀最好。先隐蔽解决小队，再包围入口。出发。减慢速度，保证隐蔽性。大人，地面还是只有1支虫族小队。还好地面没增加敌人，按计划行动。能源就在眼前，可想要得到，还得先过这关。击杀1级泰伦刺虫，统御值加20。击杀1级泰伦刺虫，统御值加20。策略成功，洞口狭窄限制了虫族数量优势。这被屠杀的竟是前期最强的泰伦虫族。原地待命，先别贸然进。小心！护甲值损失43%。远程攻击，全体撤离洞口。虫巢规模不大，结构也不复杂，应该是躲避高温的地方。这味道，泰伦母虫，虫群的制造者，求救也没用。击杀3级泰伦母虫，统御值加200。虫巢清理战斗结束，玉甲瑞士仅损伤部分护甲值，就击杀了大量虫族，主要还是靠他们强大的战斗力。不过能源消耗问题也很明显，持久战是短板。获得普通1级掉落物，
虫巢之心被泰伦虫族锁定，领地进攻频率要增加了。不过能源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全力发展基地，加快科技研发速度。无论何时都是好东西。科技与领地发展、兵种强化紧密相连，更高科技意味着更好发展与更强战力。研发记号统御值又费时间，能加快研发速度，就是加快领地发展。深渊的凝视，虫族增加对领地进攻频率，这是消极事件。不过防御到位，虫群进攻就是送统御值，得赶紧规划基地防御设施。虫群掉落1420点统御值，灭虫专家成就奖励500点，总共1920点，加上之前的，我现在统御值超4000点，得抓住机会拉开和其他领主的差距。这些探矿以前看都不看，现在可是救命资源。只有2台矿机，选址必须完美。检测到矿机设施，大秦重工特性触发，矿机大禹蒸汽动力矿机又触发重工特性了。这蒸汽动力矿机有什么特别效果？和领地其他升级建筑一样，青铜骨架、蒸汽动力。成功搭建蒸汽动力矿机，矿机基础产值30单位，煤炭资源每天。文明特性加成，大秦工艺使得矿机高效运转，每天增加15单位产量。矿机加成后产值50单位，煤炭资源每天。不愧是大秦，工艺就增加了15单位产值，相当于基础产值一半，还吃到环境加成，每天50单位，还是全自动，能省不少劳动力。玉甲瑞士补充一次燃料要1单位燃料和1单位浓缩水，高压水泵每天产100单位水，2单位水压缩成1单位浓缩水，浓缩水每天也是50单位。17名玉甲瑞士，50单位质量，能支持全军补3轮的路，正常运作能源肯定够。成功搭建蒸汽动力矿机实矿，矿机基础产值50单位食材资源每天，环境加成，周边食材资源丰富，每天增加20单位产量。文明特性加成，大秦工艺使得矿机高效运转，每天增加30单位产量。矿机加成后产值100单位食材资源。这食材挖掘速度不慢，和一些近现代文明相当。大秦文明特性作用巨大，前期能源问题完美解决，接下来让基地发展走上正轨。不过对我这情况，基地防御得放首位，提前破了新手保护，又被虫族标记，防御规划得做好。两者距离，玉甲瑞士正常走10分钟，全速4分钟，被进攻还是难及时赶到。前期分2处防御太耗精力，搬家是最好选择。很多领主新手保护期后搬家选更合适领地，我提前破保护能提前选址，又能领先赢。搬完家就建防御设施，城墙每段3米高1米长，1单位食材搭建，瞭望塔5单位食材。按目前食材产能，一天能建100米城墙，围个25×25的方形区域。我估算建筑占地围个50×50米的方形区域，四角建4座瞭望塔，实况运作2天多就能围好城墙。接下来就全力打造基地防御，让大秦在这境地崛起。新基地分为领主区和生产区，领主区建领主府邸，周边放御甲营和军营，留片空地后续发展。生产区有2台蒸汽动力矿机、高压水泵，还有固液资源仓库和液体压缩机。用城墙隔开2区，能隔绝噪音和灰尘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，科技水平决定文明强弱，得尽快建立科技核心。检测到科研中心建立，大秦重工触发，又触发重工特性，升级成墨子千机塔了。这名字很符合大秦文化特色。墨子是先秦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，墨家学派创始人，以他的千机术命名科技核心，很合适。这塔高5米左右，塔基宽大厚重，塔尖金属装置像地球仪一样旋转，青铜塔身泛着青灰色光泽，和玉甲瑞士一样靠蒸汽动力。之前没燃料不能变，现在探矿产量高，供给它没问题。除了前期基础建筑和科技，以后都要在千机塔解锁。面板中心主基地等级是科技树主轴，建筑等级受它限制，
现在领主府邸1级，能建的都建了。要升级建筑或解锁新建筑，得先提升主基地等级。下面5条子轴，资源对应资源生产设施，防御对应防御设施，兵种对应兵种建筑和士兵，科技对应科学技术。英雄分支主基地3级才能解锁，解锁后能召唤英雄单位，对后期很重要。华夏文明人才多，有他们辅佐肯定好。1级主基地能升级的不多，科技树大多是灰色，兵种和科技有点看头。兵种是前期战力来源，升级很有必要。用道具虫巢之心，缩短研发所需时间5小时，可以对士兵升级。提升蒸汽转化效率，能降低耗能，续航从6小时提到9小时，还提升机动能力。不过统御值消耗多，得选优提升。领地要发展，得升级领主府邸了。领主大厅已开启，指定时间内，各领主可在大厅中互相交流。领主大厅开启了，不知道其他领主会说什么。我已经解锁了2项基础科技，还建造了一座小型防御塔。我这边资源有点短缺，发展有些缓慢。听说龙国领主第1天就出了安全区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不会已经被虫族灭了吧？多谢关心，我不仅解决了能源问题，还清理了一处虫巢，正准备升级基地。禁地传统，第2天开启领主大厅，相当于公共聊天室，能交流信息，还能选择匿名或实名发消息。看来大家都谨慎，没人发言，言多必失啊！我宣布放弃这次试炼，放弃一切资源，退出一切斗争，希望有国家能对我进行人道主义救援。第1条消息就是实名退出争霸，一般没人放弃试炼，退出也不一定有人收留，留着他国领主是隐患，他为啥放弃？只要将我安全接出所在区域，我可以给出所有统御值。你在什么区域？冲沼之心。和我一个区域。见鬼的地方，怪不得你要退出。1000点统御值可不值得我去虫巢之心冒险。母虫尸体应该溶解了，我遇到的虫族是喽啰，我以为虫巢之心是因前2批领主弱才出名，现在看来，连英格兰和西班牙这种文明都敬畏虫族，打完就想逃。为啥我认知和他们差别有点大？原来是大秦初级兵种太强，2次战斗都轻松取胜，换别的兵种，我那激进策略早死了。以后面对虫族得谨慎，战略蔑视，战术重视。还得知大秦瑞士战斗力应在第1梯队，秦朝前期不弱，之后发展更有利。龙国领主不是拿下了首杀成就吗？怎么大佬一句话也不见说？想知道龙国出生地在哪儿，竟然敢第1天就破除新手保护，是不是有点太大胆了？看来还是被注意到了。他这出生点应该挺安全的吧？冷兵器士兵都敢破新手保护，肯定啊！难道一群拿刀的去砍食人和虫族？他们越看清我越好，能给我更多发育机会和时间。要是太耀眼被针对，就麻烦了。破除新手保护虽然危险，但也能获得更多资源和更快的发展速度。既然龙国没有灭亡，那么凭借统御之奖励，他们此刻的发展很可能领先所有人。苏阳君是个聪明人，大家不要轻视他。这2个老狐狸怕我威胁到他们，2句话就扭转大厅风向，想让其他领主针对我。在领主大厅耍手段，我玩不过他们，但发展才是关键。只要我发展够快，战力够强，他们联合起来又怎样？大秦铁蹄可不怕合纵抗秦。把剩下300点统御值也用来召唤士兵，现在有20名御甲锐士了。陈武和赵章还是升级后的2级锐士。今日搜寻食物和铜矿，食物是发展必备，解锁种田设施前只能靠狩猎。铜矿是领主府邸升2级必备，最好明天府邸升级前找到。这该死的密林，快！得到英格兰领主建议，我重拾对抗虫族的勇气。我的先烈步兵25统御值，前期也算强兵种了，可防御设施太头疼。20名士兵挖矿，每天才产出30单位石矿，修城墙得5天左右。这该死密林，为什么别人第1天就能出领地拿首杀，而我却得看着该死的蘑菇？上帝啊，请赐我跟龙国一样简单的出生点吧。密林中植物难切开，以前为节省能源绕路，
现在有探矿，能花能源省时间了。能源快一半了，其他小队回家补给。我和陈武、赵章继续深入。陈武和赵章升级后，续航和移动能力强，升级花300统御值很值，续航也是战斗力。以后战斗时间长，士兵不能中途回去加油，统御值够了，要慢慢提升部队。陛下，前方发现不明脚印。这是什么东西的脚印？不像虫族，也不像普通野生动物，难道虫巢中有其他物种？这是什么东西的脚印？不像虫族，也不像普通野生动物，难道虫巢中有其他物种？声音这么密集，生物数量肯定很多，还要前进吗？光靠陈武、赵章可能对付不了，返回密林，按小路方向隐秘前行。难道虫族在放牧？这智能程度也太高了。我还在狩猎，他们已经搞起可持续发展了。看来这一路上碰不到野生动物，都被圈养在这里了。这个牧场一定要拿下。今天狩猎收获少，长期下去会有食物危机，食物会影响士兵战力。前期没种田技能，稳定食物来源很重要。拿下这个牧场，带回动物就能有自己的牧场。这离基地太远，士兵能源不够，拿下牧场至少需要一支10人的2级御甲瑞士小队，升级8名御甲瑞士要2400点统御值，看来得先积攒统御值。你好。跑。大人，快跑！刺虫追踪靠脑虫传递的信息素，河流能阻拦，这下安全点了。不行了，这趟差点要了我半条命。我就是个普通大学生，跟瑞士和虫群没法比。以后我也得搞一套御甲。作为领主不该这么激进，但没侦察单位，想了解周边情况，只能跟着部队出来。这次冒险也有收获，不然发现不了虫群牧场。这群虫族等级比家门口的高，看来牧场虫巢无论是数量还是等级都更高。之前估计的10名2级御甲瑞士可能不够，统御值还是不够用啊。休息10分钟，准备回基地。走吧，回基地。实况93单位，等200单位再围建城墙。领主府邸在升级，城墙修建和虫群牧场短时间都处理不了，只能先等。你们补充能源，继续外出探索。我先休息下。欢迎来到禁地试炼龙国官方直播间，想必大家都和小雪一样，想知道苏阳昨天是如何拿下的首杀奖励，想知道秦朝初始兵种的真正战力，想知道目前基地的发展情况。大家不用着急，这一系列疑问都将随着今日实况直播开始而得到解答。有首杀的统御值奖励，我们领地发展肯定比其他领地快，说不定我们这次真的一飞冲天，拿下试炼第1了。不管其他的，我要看大秦士兵打架，那些装甲实在是太帅了。直播开启，欢迎我们的大英雄苏阳。据我们分析，苏阳好像进入了深度睡眠。你还分析个鸡毛啊！我都听见呼噜声了，他怎么在大白天睡觉的？来度假呢？快喊他起来啊！喂！苏阳拿下首杀奖励之后，我们对秦朝初始兵种的战力有了新的期待。今天召集所有能召集的专家来对大秦开局进行分析，希望能分析出大秦的文明特性，关键时刻或许能帮到苏阳。这一觉睡得真舒服。以目前探矿资源储备，无法支撑他们在外出探索，得提高矿机产量。一处矿脉只能放1台矿机，在发现新矿脉前，只能提高矿机效率。明天主基地升级完毕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大人，今日收获不少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陛下经过1天外出探索，收获颇丰。食物资源方面，2轮探索所得肉类吃饱，能撑2天，省着点吃，可撑3天。
虽然虫群牧场暂时拿不下，食物还能应付一阵。还有统御值，今日与虫族发生5次遭遇战，加上陛下您那一次均无伤获胜，我们3人小队的安排很有效。一般虫族小队5到6支，2名瑞士对抗可能受伤3名，则正好派4名，会减少小队数量，缩小探索范围。几波战斗下来，共收获1120点统御值。没了成就奖励和大规模战斗，靠遭遇战获取统一值确实艰难。我也分析出一些虫巢情报，种族小队有母巢产出，有小队就意味着附近有虫巢。根据遭遇战次数和地点，预计基地周边还有2处虫巢，大致方向也已确定，得捣毁虫巢。明天一早便带兵出击。我知道禁地中的遗迹没有分布规律，偶然碰到，领主进入触发遗迹任务，完成可得遗物，能开出武器、物资等。不过遗迹任务难度普遍较高，且遗物掉落与任务难度无关。有的领主拼死完成任务，奖励却不好。至少前期基地未稳时，我不打算碰它。总体来说，今天收获不错，食物、统御值，还发现牧场和遗迹，可惜没找到铜矿线索，这会影响后续升级进度。现在探索范围小，玉甲瑞士能源有限，且他们是战斗兵种，不太适合探图。要是能解锁侦察兵种就好了。陛下请用。你们竟能找到增香的叶子，不愧是炎黄子孙。明天早上先去这个方向。第2个点，警报信号。虫子，这么多虫子，全员戒备，全员戒备，优先保护矿场，优先保护矿场。妈的！关！糟了，门被卡死。这虫子一刀能把我头砍下来。2世经验，不能跑，跑只会被追着杀，得威慑他，让他怕我。哎，赶过来弄死你！预判错了威慑效果，但没说错，跑不掉的。这几米距离，他一眨也知道。结束了吗？树属下救驾来迟。没事，区小虫合作挂齿。矿机优先守护矿机，所有设施都能停摆，唯独矿机不行。矿物是战士们的燃料，停摆就意味着失去战力，而且现在根本没法修复，必须守住。进攻姿态下，1级玉甲瑞士可无伤解决2只刺虫。可面对5只以上刺虫的围攻，只能切换防御姿态，而防御姿态最多只能抵抗4只刺虫。场外喷射线虫的冷箭，让值守瑞士们陷入绝境，玉甲损伤惨重，有的已临近崩溃。不能硬拼，正面击溃不了虫群，战士们切换进攻姿态会损伤玉甲。现在没有铜矿，玉甲坏了就没法修。以伤换伤绝对不可取，但没有远程反击手段。喷射线虫一直放冷箭，怎么破局？成了，陈武，赵章到了。全面进攻！这就是玉甲瑞士的恐怖之处，我可以有无数次犯错的机会，而你一次都没有。这虫族竟是全军压境，换做其他领主的初始兵种，恐怕第一波就沦陷了。1级刺虫57只，2级喷射线虫15只，2级脑虫4只，总共获得2790点统御值，收获不小。不过，领地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，城墙得尽快修起来，石矿存量明天中午就够，还有部队缺少远程进攻手段，得看基地升级后2级兵营解锁什么兵种。碳矿矿机效率受损 40%， 石矿矿机效率受损 50%， 维修还需要铜矿资源，值守瑞士的玉甲也需要铜矿修复，必须尽快弄到铜矿。对了，可以通过领主大厅进行交易。收购大量铜矿，有意者联系我。我这里有铜矿，就是有附加条件，
什么条件？苏阳君是个聪明人，你们龙国首生的秘密，我很想了解一下。苏阳小哥一定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，方便私聊深入交流一下吧。我这里也有你需要的东西。看来在领主大厅交易是行不通了，必须另寻出路，还得好好准备一下。估计又要散布关于我的谣言了。让我来，我看看。他这是要干嘛？这人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人实在有点太没心眼了吧？你不怕我赖账？禁地系统是允许一切欺诈行为的。我相信人性中的善良，也相信龙国人的品格。这话我爱听。所以说咱俩交易你不会亏的。用半天时间和龙国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值得。能拿下首杀成就，这秦朝肯定有强大之处。600统御值，这是输入错误吗？在最需要发展的前期给出600点统御值，他的领地难道不需要发展吗？这可是普通领主开局一半的统御值了。第一桩交易达成，这是好事，各位应该开心。不知道苏阳君花了多少统御值，希望他不要太小气，丢了我们大东亚的礼数。龙国和吉利丁这下不足为惧了。没错，他们发展肯定受影响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刚被我看衰的国家，居然率先解锁2级基地。巴嘎亚路不仅抢走首杀成就，还抢走解锁基地成就。龙国不能再等了，为了天皇陛下，破开新手保护。刚交易同资源，就率先解锁2级基地。我赌对了，选了个有潜力的盟友。不过，连铜矿都要交易，龙国发展后期可能乏力。收养 bro， 我们的交情你是知道的，我领地里的铜矿就是为你而准备的。上帝啊，我也想去荣国的出生点，这些该死的臭虫和植物要逼疯我了。外观变气派了，重要的是升级奖励。文明初始成就给了2000点统御值，直接抵消买铜矿消耗，还多出1400点，额外2台蒸汽矿机和1台蒸汽水泵，资源获取速度能提升，弩炮塔能侦察和远程射击，还有这么多可解锁新科技。2级御甲营解锁大秦御甲弩手，弥补远程缺陷。主基地升级太大了。外部环境，2处虫巢等铜矿到位，修复御甲后兵分2路端调，虫族牧场和遗迹暂时不着急。铜矿方面要优先解锁金属探测仪找铜矿。基地防御，下午实矿够了就围建城墙，城墙升级和防御塔先不着急。2级领地府邸解锁，发展机会来了，但每步都得谨慎，资源消耗不起。升级千机塔要铜矿，解锁金属探测要统御值和时间，设施升级也要铜矿。御甲营升级更得大量铜矿和统御值，目前最缺铜矿，先升级千机塔点出金属探测技术，再升级御甲营解锁弩兵，提升生产速度，最后搞基地防御，就等铜矿到位了。终于等到了，吉利丁的铜矿，你们各带一支6人小队，去昨晚预测的虫巢方位，让虫族付出代价。好了，各生产单位恢复全速运转。竟然是古勘探技术，靠老祖宗的智慧找矿。斥候，还解锁了特殊兵种，终于可以修建城墙了。有了城墙，虫族别想再直接突脸。这城墙高度才3米，有点低，防御力恐怕不够。刺虫平均都2米高了。果然，万里长城，老祖宗的奇迹。这顶面宽度增加到2米，还有垛墙、垛口、射口、瞭望台也升级成望亭。这防御力比普通城墙强太多了。
恢宏大气，巍然如山，这才是我大秦的城墙。始皇建长城，罪在当代，功在千秋啊！城墙围起来了，总长度200米，把领地分成领主区和生产区。按照规划来，目前还有不少空地，3级基地前应该不用扩建，还有2台矿机和1台高压水泵没建，得找到新矿脉。这浅层矿脉迁移科技，等找到铜矿再说。现在就等英格兰的50单位铜矿，解锁弩手和斥候。他们进虫巢了，昨晚消耗了虫族大部分兵力，有陈武、赵章带队，应该没问题。城墙已建好，新兵种也快解锁，不怕虫子，杀！事件升级了，不过也在意料之中。虫族种类繁多，以后肯定会遇到更麻烦的，得持续发展兵种。等下午解锁弩手和斥候，再来多少虫子都不怕，最好多来点。好积攒统御值。没想到啊，苏阳连续拿下2个阶段成就。要是选晚清，现在还在挖石头呢。秦朝太强大了。各位将军，率先升级未必是好事。苏阳一直向外探索，不重视基地防御，前期建城墙工程浩大，秦朝生产力低，今天不可能建好。升2级主基地，虫族进攻可能性增大。今晚他可能没城墙阻挡虫群。我觉得你太悲观，大秦实力已给我们很多惊喜，科技水平和兵种实力至少能比中世纪文明。以他们的生产力，城墙很可能已建好。苏阳看似莽撞，实则思路清晰，升级前肯定考虑过抵御虫族。就算城墙建好了也有问题。城墙全文明统一，石材搭建很简陋，3米高度，面对虫族够呛。现在虫族攻势更猛，1级城墙扛不住大规模虫巢。有城墙，苏阳进了城墙，他不是莽撞的人。不对啊，这是1级城墙，怎么这么豪华？文明特性，苏阳触发了大秦的文明特性，所选文明在某方面有杰出贡献。领地发展到相应阶段会触发文明特性。获得加成，这城墙形制是古长城。如果不是先辈建城墙，今天不会触发这特性。苏阳修复了先辈心血。有这城墙，虫族别想进来。这看似美好的密林，隐藏着未知危险。虫族进攻方向不定，这样的防御布置应该能应对。西南角、东北角望亭机动部队。立刻到南面，东面城墙列阵防守。大人，发现虫族踪迹。再等等，等最佳时机。射！瞬间秒杀，这弩枪威力惊人。弩手的杀伤力果然恐怖，再来一轮，虫族进攻就得瓦解。虫族远程攻击单位来了，隐蔽。还好城墙升级了，不然就被动了。喷射线虫分3个小队轮流攻击，这战术有点聪明啊。不过遇到我们弩手，算你们倒霉。射击。这射口真是老祖宗的智慧，不仅能挡火力，还方便弩手射击。战斗进入收尾阶段，陈武、赵章各带1支小队出城，清理追杀剩下的异虫。统御值6780，
一次防守竟获得近6000多点统御值，比大部分领主6倍还多。2级基地和2级深渊凝视效果太棒，这深渊凝视简直是正面 buff。先点浅层矿脉迁移技术，适合前期集中防守。事后明天发现矿脉就能用，然后升级兵种，弩手加入后食物消耗增加。1级御甲瑞士去不了虫群牧场，全部升至2级。这种大规模升级太畅快了。部队是变强了，但后备补给不足，领地只有1台煤矿矿机，生产的燃料不够部队消耗。弩手还没了弩箭，又没铜矿补给，只能指望斥候明天能发现新矿脉了。让阿福国不和米国结盟难，但不让他们卖石油给龙国还是容易的。龙国再遭次天灾就完了，我叫彭国就能得大片领土。这苏阳变数太多，限制石油供应，看他怎么发展。继续战斗，50道精神。我叫彭国的文明特性能让士兵始终保持高战力，这次探索排名第1肯定是我的。阿富国找到石油，我们美国获利最大。等石油一到，军工厂启动，2项排名第1都是我的。石油解锁，非现代文明国家都出局了，龙国也不例外。境地试炼不可控因素多，我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发展节奏就行。大秦潜力可不弱，这么快就发现矿脉了。2处煤矿，没有铜矿，不过能这么快发现煤矿也不错，有斥候探索速度确实快多了。升级成功，产能提高10单位，产能比之前高了10单位。现在领地产能能承受消耗了。他们探出去的距离是我之前最远距离的2倍，这么远还没发现铜矿吗？虫巢之心资源匮乏，铜矿存量又不高，不会运气差到整片区域都没铜矿吧？要是找不到，基地发展可就停滞了。不想这些没发生的，先做好当下。当务之急是拿下虫群牧场，解决食物问题。新部队加入，食物快耗尽了，今天不拿下，领地就有食物危机。御甲瑞士都升2级了，还有弩手队伍，进攻军队已配备好，现在就差能源和弩手弹药。2台矿机同时工作，中午就能给士兵补充动力。但弩手弹药不好解决，一半弩手弹药耗尽，只能先平均分配，让10名弩箭充足的弩手跟队出发。拿下虫群牧场后弹药咋办？问吉利丁买铜矿不现实，他肯定忙着和阿富国结盟。又发现煤矿了。铜矿，江东省大面积发生泥石流，数条新建道路塌方，救援车队被堵。因为资源运输问题，东海省多处发电站停摆，发生了大面积停电，食物储备告急。台风对全国农作物生产都造成了影响。已采用空运方法向东南4省运送物资。天灾的影响持续不断，龙国现在真是艰难。禁地直播还有多久？东瀛海军舰队已在我东南沿海集结，他们就等着我们天灾崩溃，好趁机抢领土。可现在龙国无力开战啊！全员在会议室集合，事故放到直播结束处理。这新解锁的大秦御甲弩手看着就厉害，矿机都4台了，领地发展走上正轨了。看来昨天虫族攻势扛住了，3天后的大规模众筹也得守住。还要参加领地排名拿名次。加油，小子！铜矿终于出现了，困扰领地发展的问题都能解决了。虽然铜矿产量没煤矿高，但这可是重大突破，以后弩手弹药和设施升级都不愁了。又解锁新科技了，1项防御，2项兵种升级，声波探测器能提前发现虫族，弩手升级能提升输出，事后能绘制地图，都很有用。但现在没统御值，等有需求再研究。虫群牧场是虫族战略点，上次侦查后情况可能更复杂，我得亲自布置战术。这个时间出动几乎全部兵力很危险，但为了探索排名第1，
必须冒险。排名第一的解密卡能降低一季任务风险，提前获得一季奖励才能保持领先。一支小队3名锐士和3名弩手，5支小队呈弧形推进。情况不对劲，上次之后牧场防守居然没加强，竟然一点都没增强，不对劲啊！我还以为上次被发现后，虫族会加强防守呢。来都来了，不能无功而返。而且大秦士兵能应对突发状况。天色晚了，没时间犹豫了，行动！分出一支6人小队去狙杀地面虫族队伍，另外4支小队合并成大队，12名御甲锐士围住洞口，12名御甲弩手在后方支援。脑虫发了信号，虫巢内怎么没动静？异虫呢？不可能都死在基地外啊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事后准备进洞探查。陛下，地底下有东西。果然是设的局，洞口是诱饵。等我们围住洞口，这怪物从后方破土，形成包夹。优先处理掉那只怪物。撤退，不能被包夹。双向列阵，守住洞口。务必死守洞口。虽然虫族的战术出乎意料，但双方硬实力仍然存在差距。按照这个进程，只要拖到弩手填充完弩箭，就能扭转战场局势。但现在最大的变数是那巨大的蜥蜴类怪物，它的出现绝对会给防御造成极大的压力。第3批虫族到达，己方兵力又会进一步分散，虫族数量更多，继续这样下去，局面会越来越劣势。必须先把战场上最大的变数处理掉。陈武、赵章，灭了他们。是。拦住他，不要让他进来。前排人手不足，拆分一半弩手顶上去。击杀1级泰伦刺虫小队，统御值加200。击杀2级泰伦飞虫小队，统御值加300；击杀3级毒牙摩西，统御值加300；击杀2级幼骨龙蜥，统御值加200。成功抵御3波虫族进攻，统御值加3000。战斗结束，我们进入虫巢。这穴道比之前宽了1倍，难道异虫等级提升了？虫巢构造和范围也会变大，主洞穴也大了1倍。这母虫个头比之前大1圈，
还有暗紫色纹路，这可能是地穴巨虫的卵。母虫升级能诞下更多虫卵，还能培育新虫种，虫巢范围也会扩大。这模式，虫族难道也在发展扩大领土？人类是禁地试炼唯一参与者吗？杀了！6级母虫比之前高了3级，一只母虫就解锁新成就和事件，之前可是捣毁2处虫巢才提升的。这是那只地穴巨虫的头骨，又获得一项新科技，看样子是防御方向的。这板甲防御性应该很高，不过现在没法研究，可能要升级千机塔。太阳落山了，我们必须尽快赶回领地。深渊凝视到3级了，路上和领地都可能遭虫群袭击，真不该今晚杀母虫，太危险了。先做好防御准备，随时可能有虫群进攻。这些羊够吃1个月，食物问题解决了。这次战斗虽然惊险，但收获丰富。先看统御值，杀敌获得3960点，加上成就奖励2000点，一共5960点，比上次防御虫巢少点，但这次只是一个虫巢，可见6级母虫的虫巢档次更高。然后是道具，获得2项稀有级道具。稀有级虫巢之心能加快建造速度，比普通级缩减时间更多。还有地穴巨虫掉落的遭骨，肯定不简单。最重要的是解决了食物问题，不过也发现个隐患，士兵对抗单体高战力精英怪能力差，一只地穴巨虫就差点逆转战斗，花了15名士兵，还报废4名才解决。要是再来几只，或者出现更强大的精英怪，只靠御甲士兵就艰难了。领地或许需要英雄级单位，千机塔掌管5大分支，英雄分支要3级主基地解锁。英雄单位分军事、后勤、科研3类。秦朝英雄是战斗型将领，单兵作战能力强，配上御甲更是如虎添翼。现在深渊凝视3级，虫族攻势会有精英单位，得召唤英雄单位，前提是升3级主基地。3级主基地升级要求比2级苛刻不少，除了统御值，还需要煤炭、铜矿、石矿资源。煤炭资源当前存量32单位，产能110单位一天。士兵晚上防御，白天不活动，每天净产值50单位。第6天夜晚前能集齐100单位。这2天不派士兵外出，既能攒煤炭，又因领地虫群受创，外出收益不高，防守反而能获足够统御值。石矿资源当前存量132单位，产能100单位一天，明天中午前能收集完。关键是铜矿资源，存量13单位，产能50单位一天。理想状态下第6天晚上能集齐100单位，但实际不可能。守虫巢得剑弩炮塔4座需40单位铜矿，每天还需2单位维护。弩手弩箭补给至少40单位，设施和护甲维护可能需10单位，必须升级铜矿矿机。这是领地第1台升级的矿机，矿机基座增大1倍，冲击锤变大，产值从50单位升到75单位，到第7天夜晚前能生成约200单位，减去消耗预计结余100单位。这2天资源使用必须谨慎，有稀有级虫巢之心，能缩减建筑升级时间。3级府邸升级2天，正好能用它直接完成。安稳防守2天，解锁英雄单位就能争夺领主排名。要是拿下双第一，最后是4000点统御值，对我来说不难。前期排名奖励重要，各领主都想抓住机会，所以现在大家都谨慎发言。2项系统排名让竞争摆在明面上。他们以为虫族只靠数量，这体型把他们惊到了。这吉利丁领主对虫巢还挺了解，没出过新手保护区。面对低级虫巢，按吉利丁领主建议做，应该能防御。他得克服恐惧。经过一晚，铜矿资源到42单位了。我面对的可是3级虫巢，今晚估计有精英级泰伦巨虫，得加强防御。
在英雄级单位出来前，得靠弩炮解决泰伦巨虫。派御甲小队太冒险，还会让其他区域防守薄弱。这弩炮每一处都是先辈智慧结晶，有它在，什么泰伦巨兽都不怕。有泰伦巨虫参战，基地内可能有异虫涌入，得再召唤些御甲锐士防守城内。基地防御和人员配置都完成了，就等夜晚来临。没想到会有数量和质量兼具的种族，在虫巢与虫族交战太危险了。上帝保佑米国，50单位石油。从现在起，美国要甩开其他国家了。天皇万岁！又收获460点统御值，有50道特性，已经伤不了我们。探索排名第1肯定是我的，拿下杰米卡和阿夫国结盟，获得石油，没人能阻挡大东营。陛下，记下矿脉方位，要是拿下发展排名第1，奖励矿机就能用上。发展排名影响因素多，但也要争取。第1名的奖励太重要了。陛下，地下有情况。来了吗？全军戒备，东南西南方位弩炮调转方向。放箭，东南西南机动部队支援北面城墙。杀！一夜战斗收获5300点统御值，加上之前的，现在有8660点。这么多统御值，可以再增强军队实力。这次升级解锁声波探测器和地形测绘，今晚虽防御成功，但领地还是被巨虫突破，得想办法提前发现他们。声波探测器能监测虫群活动，破解虫族潜伏战术。肉眼难察觉巨虫，这探测器融合生物碎块后，能精准捕获虫群位置，协助弩炮狙杀，还能破解潜伏战术。虫族智能程度高，会交流进化。不过有了探测器，他们的潜伏就没用了。再解锁地形测绘，现在斥候传递的情报不准确，解锁后能更好掌控战场。精细击破结构虽然能增强部队战力，但消耗大，等英雄级单位出现后再解锁。目前还剩一个普通级和一个稀有级虫巢之心，距离大规模虫巢进攻只剩1个夜晚，到时候会怎样呢？花费10单位铜矿修建声波探测器。侦测范围大概有5公里左右。原来探测器先记录安全声音，有未记录的声音就报警。融合生物碎块后，能精准捕捉虫族音频。有了它和弩炮塔，巨虫别想再深入领地。吉利丁开采到石油，和各国合作，现代工业文明无限制发展，差距又要拉大了。原本还指望苏阳拿名次，现在秦朝科技短板暴露，未来怎么抗衡？龙国的未来出乎我意料，这场战斗竟然会这么快结束。比起前一天，虫巢规模小了不少，引领进攻的巨虫还是2只，但刺虫、脑虫数量少很多。在侦查到巨虫的瞬间，我们要同步信息，巨虫出现在西北方向。收到。节省弩箭，只让弩手处理后方的喷射线虫，冲锋的刺虫全部被放到城墙脚下，让御甲锐士用剑解决。这次战斗给领地带来3800点统御值收入，目前统御值高达10860点。等召唤完英雄单位再统一分配，还获得一块巨型鸭骨，是巨虫掉落物，
以后肯定能解锁研究。现在除了铜矿，升级3级主基地各项条件都达成了。按节省策略，铜矿明天下午就能达标，就差时间召唤英雄级单位了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西班牙领主是大学生，多一个盟友多些信息，他的文明也有潜力。如果这消息为真，这人在虫巢之心提前破除新手保护，其文明前期就有和虫族正面作战的兵种。就算是我也不敢这么大胆。美国兵种前期在密林和虫族作战都会伤亡惨重，这人既有魄力，其文明战斗力还强，未来绝对是个大威胁。究竟是谁？哪个文明？这种隐藏的敌人最麻烦，要是消息是真的，对方可能有前期最强梯队的兵种。虫巢之心回报丰厚，他们要是掌握剿灭虫族方法，探索排名就悬了。是哪个国家？匈国、米国。这次竞争太激烈了，继续向外探索，日落前不得反悔。这条匿名消息影响不小，一个前期抗衡虫族的文明出现了，还匿名，会引起恐慌和猜疑，影响盟友或敌对关系。我和西班牙领主联系紧密，匿名领主帮他，那就是同战线的，以后能牵上线。虽然吉利丁那边不顺利，但我有盟友圈，可惜石油发掘后，一些盟友要被淘汰了，像龙国，其他国家靠石油飞跃，他们还在敲铜矿，没机会追赶了。消息真假随他们判断，我得全心投入领地防御，傍晚就能建3级主基地，召唤英雄级单位，提升领地实力。这就是降临日，氛围确实到位。升级。用这缩短时间，完美。直接秒升，稀有级道具就是好用。难道是给英雄级单位住的？英雄单位可能不算兵种，需要单独房间。铁，要是真的，领地要进入铁器文明了。大秦对铜研究厉害，进入铁器时代，肯定能弄出更多惊人科技。铸造厂、占星塔、点将台都能召唤英雄级单位，现在只能3选1。天宫就是古代科学家发明家，铸造厂是大型工厂。这英雄建筑不仅能召唤英雄单位，还带来发展方略、国之重器，能缩减科研和建造时间，中后期能节省大量时间。而且铸造厂还有武器研发、玉甲制造等功能。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占星塔对应资源获取，能预知特殊资源信息，提升资源品质，这效果也很强大。要是没有战力需求，真难选。权倾天下，这个方略增加杀敌统御值，简单粗暴，能提高前期获取统御值效率。镇军战斗，天宫提供装备，其佐增加资源，三者结合，能让大秦成为征服机器。事后情报显示，今晚虫巢有新的强大虫族单位，天宫和其佐偏发展后勤，只有将军府能带来及时战力。和3级领主府邸一样，将军府外观由铜和铁打造，体量比玉甲银大2倍，不知道会召唤出什么样的将领。李信、蒙恬，竟然是秦国这2位名将。李信这召唤所需统御值，我现在刚好够。末将李信参见陛下。这吼声果然有古代将军的气势。这玉甲不仅大一圈，材质升级，覆盖率也更高。
蒸汽动力装置也有改进，不愧是英雄级兵种单位。将军可否知道自己的使命？开疆扩土，攘除异族，重振大秦国威。玉甲、武器、将领技能，还有能源、维修消耗，果然比普通兵种复杂。将领级单位单体战力和团队增幅都很强啊。虫巢将领，先把各单位安排好。目前有50名士兵，30名2级玉甲锐士，20名大秦玉甲弩手。李将军，之后你就作为机动支援单位。末将领命。虫巢要来了。从现在起，声波侦察面板就是我们的眼睛，把位置信息同步给弩手。虫群来了，全军列阵。整整6只巨虫，没想到降临夜的攻势会增强这么多。前几天最多只有2只巨虫，现在竟然一起出现6只。一面城墙能狙击巨虫的弩炮塔只有2座，算上装填时间，最多只能拦下4只巨虫。这意味着绝对会有2只巨虫突破防守进入领地。今晚将士们必须面对2线甚至3线作战。现在就看李信的战力能不能快速解决闯入的巨虫。只有快速击杀巨虫，挡住洞口，才可以防止虫子从领地内进入，分散己方战力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晚战斗走向就取决于双方精英级战力的表现。没想到降临夜竟然还会有如此难缠的黑雾存在。虽然已经做好防御准备，还提前得到了充足信息，但真正面对上这些天生的掠食者时，才知道什么是压迫感。那尸腐的味道仿佛是来自死神的气息，而虫鸣是来自地狱的呼唤。西班牙线列步兵的武器是碎发枪，有效射程在150到200米，如果超出这个距离，杀伤力就会下降到可怜的地步。且碎发枪装填时间长，这让我的容错率很低。今晚能否渡过难关，全看我的下令时机。不管了，来吧，上帝保佑，放！杀完了！刚刚的火力对他们造成了伤害，却没有完成击杀。碎发枪铅弹的威力根本无法直接击杀刺虫，继续开火。上刺刀，死守城墙。普通虫族在重弩面前就如纸糊，只要射中关键部位就是秒杀。大家听我指挥，我给你们同步虫族方位。黑雾只能遮挡视线，遮掩不了虫群发出的声音，而且还有声波探测器。黑雾对我们几乎造不成影响。不过今夜的重点不是前方4虫，而是那6条地穴巨虫。大家注意，虫巢逐步向北面城墙靠近，巨虫也进入弩炮塔的射击范围了。我现在同步6条巨虫的方位，弩炮塔听令，从2侧由外向内射击。射！发射！
装填弹药了。完美的射杀，弩炮塔又成功解决2只巨虫。众将听令，列阵迎敌。6米高的强化城墙，如山岳般耸立在虫巢和士兵之间。想要登上城墙，虫群必须堆叠3到4只刺虫，也就是说，在城墙限制下，无论虫群数量多少，能参与战斗的也只有1/4。而且每当弩手们完成装填，展开新一轮骑射时，这些垫脚石就会被射成筛子。大秦御甲锐士和弩手们，只要拥有足够能源和弹药，虫族无论投入多少兵力，也不可能从正面攻入领地。但他们不止这一个手段，李信顶得住吗？这战斗简直让人叹为观止。如果让御甲士兵处理1只巨虫，至少要派出10名战士，而交给李信解决2只巨虫，只花费10秒钟。这就是英雄级兵种单位的战力吗？果然是花费1万点统御值召唤的单位，实在太强大了。处理完巨虫，这场战斗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接下来只用……这是什么？是斥候部队情报上提到的那只，竟然能在这么远距离进行攻击。虫族能无伤通过这腐蚀溶液，若让那工程单位持续攻击，防守压力会剧增，得设立狙杀小队。6名御甲锐士组成的狙杀小队集合完毕。陛下宽心，吾等必将献上敌将首级。开城门！放弃城墙，退守2处缺口，通知驻守其他3面城墙的士兵，全部集中到北面，全力防守。为死者，随我杀敌！威震敌胆，扬我国威！撤！4清一族守卫正途。还好，在降临夜之前召唤出了李信，不然处理那只泰伦讨伐者可就麻烦了。降临夜不愧是死亡率最高的战斗，攻势太凶猛了。没想到虫族新兵种竟是攻城单位，未来战斗会更复杂，虫族进攻手段也会更难缠，必须抓紧时间升级。还好依照匿名大佬先杀脑虫的建议，不然这次肯定撑不过去。这虫族也太恐怖了！今晚损失了19名士兵，击杀刺虫26只，脑虫5只，每击杀3只虫族就得付出2名士兵代价。这虫巢之心难度真不小，也不知道大佬那边能不能撑过降临夜。各级刺虫和喷射线虫数量超400，这次杀敌共获得19650点统御值。嘿，因为有权倾天下方略，还能有20%额外增益。一场战斗收获2万点统御值，这进攻型方略配合高强战力，效果太惊人了。以后战力壮大，这方略效果肯定更恐怖。而且还有李信这么厉害的将领，带队狙杀泰伦讨伐者。要是没李信，今晚通关得付出惨痛代价。现在部队就几名士兵护甲被腐蚀，都没出现阵亡。这战损比要是统计出来，肯定高得吓人。
从进禁地到现在，部队阵亡人数为0，这数字太夸张了。其他领主在安全区域都难做到0伤亡，我这竟然没个成就。正在为您结算。说什么来什么，这么多成就奖励，除去杀敌获得的成就奖励，又给了6000点，一共快3万点统御值了，简直赚翻！这场战斗暴露2个问题：弩手装填时间太长，御甲战士数量不够，得先解决这2个问题。1500点统御值太便宜，400点统御值便宜，太便宜，一次性全部升到满级，这就是有统御值的豪横，多的根本用不完。除去兵种，领地内大部分升级都缺资源，矿机、城墙等都要铁，3级主基地新建筑也得铁建造，想找铁矿得在千机塔点出勘探技术，可这技术要3级千机塔，升级3级千机塔又要铁矿，真是麻烦，要么碰运气找铁矿，要么买。我可不喜欢碰运气，就直接买吧，反正统御值多的是。一台留着后续铁矿，一台提升铜矿产量。为天皇而战的勇士，愿你们灵魂安息。6360点统御值，一个教灵业就收获6000点，除了我教盆基帝国，谁还能做到？届时所有国家都将被脚盆帝国踩在脚下。明天的发展排名，米国肯定能拿第一，第一名能获得2台额外矿机，资源生产速度会更快。打仗靠的就是国力，前期战斗没什么意义。等兵工厂建好，凭借无尽资源和强大军工科技，美国将碾碎任何反抗的国家。So boring。看来我结盟的盟友还是太弱了。龙国领主，龙国顺利度过了降临夜，虽然提供的发展点数不多，但也是盟友之一。不对，龙国前几天不是还在交易铜矿资源吗？怎么今天就交易铁矿了？他们发展的这么快。目前市场平均价100单位铁大概相当于700到800点统御值，200单位就是1500点统御值左右。对吉利丁来说，铁矿不稀缺，给盟友的价格一般是每100单位铁矿500点统御值。但现在好多盟友失联，统御值不足，发展进度缓慢，要不要向龙国多要一点？龙国领主已完成交付1500统御值，还是按原价付了钱啊？看来苏阳也和我一样信奉互利原则。淘汰名单公布。降临夜结束，欢迎各位进入第2周。领主大厅已开启，指定时间内，各领主可在大厅中互相交流。竟然一次性灭掉了13个国家，这次降临夜还真是惨烈。此次境地的变数繁多，危险性极大，真是多亏了大佬的信心。如果没有充足信心，我绝对会出现在名单上。西班牙领主竟然活下来了，本以为黑雾会让他绝望，导致领地覆灭，活下来也好，以后可以慢慢接触。虫巢密林很大，说不定他领地周边有好东西。第1周结束，领主排名现在开始。探索排名对我威胁最大的就是绞盆机，还有大绞盆机、高卢雄鸡、黑鹰。不过我有把握，发展排名才让人担心。石油出现后，科技强国肯定发展迅速。你恒河水喝都喝出幻觉了。这次要轮到我们棒子勇士出场了。毛子的大兵确实勇猛，但还是缺了点脑子。排第3不委屈，第2名会是谁呢？那你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有人在探索排名超过我？大东瀛勇士可是不眠不休战斗了4天啊！巴嘎亚路没有第1就拿不到解密卡，就无法达成贸易，从阿富汗那里获得石油，这将对东瀛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。究竟是谁抢走了东瀛的第1？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出局，这下真的能将第1收入囊中了。我的天，第1名竟然不是东瀛，还有人比他们能打。1万点统御值和开拓者 buff 已经到账，最重要是这张解密卡，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期道具，将对领地发展带来无可预估的影响。不枉这1周来
让我数次临近死亡边缘的鏖战。接下来就是发展排名，如果能拿到名次，就再好不过。我们的关系你懂的，白象人民永远和龙国站在一起。这个第一名可以给任何国家，甚至可以给米国，但是唯独不能给龙国，这是我最不想看见的情况。这次境地试炼除了要顺利存活，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打压龙国领主，让龙国无法从境地获取资源，甚至在遭受天灾全面崩盘，这样才能帮助现实脚盆军队进入龙国。最糟糕不是失去第一，而是龙国拿走第一，现在不仅打压没成，还反过来被压了一头。哼哼，等着吧，龙国苏阳。龙国，又是龙国。每当你忽略掉它，它就会跳出来搞个大的，从破除新手保护到拿下探索排名第一，每一阶段的重要资源他们几乎都拿到了。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偶然和运气，但连续的成功只有实力才能做到。除去先出新手保护、降临地简单等因素，其兵种前期实力也绝对在第一梯队。青铜时期的战力竟然能比拟现代文明，秦，这究竟是个什么样朝代？探索排名第一给谁，对我来说并不算很重要。比起探索排名，发展排名才是米国的主场。解密卡只能作用于遗迹等特殊场所，而这些场所不是前期就能轻易发现的。相比起来，2台矿机的奖励比一张虚无缥缈的解密卡要好得多。比兵力，前期科技没起来可以让一波，但是比发展，没人可以动摇属于米国的第一。理论上来说，有石油资源加持，米国的发展应该会很快。再加上其在各大联盟中的核心地位，盟友势力也应该很强。即便这样，也只能排第3。那前2名难道真的有机会？毕竟现在很可能只有自己达到了3级主基地。而且进入铁器时代后，秦朝的科技得分也会升高。如此看来，似乎真的能和现代文明掰掰手腕。别说第一，只要拿下第2名也是血赚。第2名是吉利丁，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不过仔细想也在情理之中。吉利丁维多利亚时期本就是开启工业革命的国家，前期工业水平极高，这一点从资源生产速度也能看出来。再加上伊丽莎白一直在积极执行外交策略，科技加上盟友得分，拿下第2名也不算夸张。盟友拿到名次是好事，这能进一步巩固联盟实力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国家，会是谁？如果再能拿下第1，那么试炼第1周就可以说是完美的结束。恭喜女王实至名归。怎么可能是龙国？他们点手段还可以，玩真的就废了。第1，竟然真的拿下了2个第1。虽然早有期盼，但从未想过能如此顺利的拿下2个第1。2次奖励共计25000点统御值，一个开拓者 buff， 一个进取者 buff， 2台矿机和1张遗迹解密卡。拿下这些资源，领地的发展绝对会登上一个新的境界。更重要是还有资源具现权力，能立即缓解龙国当前的困境，救人民于水火。谈判失败，没拿到石油抢占先机，我怎么可能在领主排名中拿名次？现在竟踩着米国拿了第2名，难道是系统弄错了？原来是龙国实力强悍拿下第1，我作为盟友获得高额盟友分数加成，才拿到发展排名第2。可苏阳怎么做到用青铜时期文明拿下发展排名第1的？龙国到底什么实力？全是废话，求结盟刷好感的盟友在精不在多，这种趋利而来的没真心。绞盆机想换解密卡，他们发现遗迹了，还是另有目的？这绞盆机老谋深算，肯定本想拿探索排名第1得解密，被我打乱计划才想换。看来解密卡对他们很重要，事情太多，没心思理这些。先分配生产设施，再研究3级基地新建筑和统御值使用，还有解密卡。对了，
先把资源具现到现实，想坑我没门。系统统计领地1周内生产与获得的资源，具现到现实。100倍具现能满足一个地级市1年需求。选东南受灾省份的工业城市，恢复它能让周边受益。接下来考虑领地升级，3级主基地的兵种和科技升级完成，领地又能上一个台阶。江南省大片路网被疏通，多处火力发电厂恢复运作，还有大批物资凭空出现，资源巨献。这真的假的？米国不是一直稳坐发展排名第1吗？可是除了拿下第1，现阶段再无其他巨献资源的可能了啊！苏阳从米国佬手里抢来了第1，这真的可能吗？双榜第1，我勒个亲娘，祖坟冒青烟了啊！双榜第1。还是踩着米国和脚盆鸡的头拿下双榜第1，苏阳好样的！我抄。苏阳竟然敢在降临夜前建好了3级主基地，领主府邸边上是什么？这形制看起来太震撼了。是英雄建筑，3级主基地才能解锁的3级建筑。看部队里那个新兵种，他穿的好像是铁质装甲。军事型英雄单位，他的装甲经过了全面升级。铁，新出现的建筑都有金属铁材质，秦朝进入了铁器时代。在苏阳的帮助下，江南省各重要道路被打通，电力也在逐步恢复，大批受灾民众因此受益，让我们感谢苏阳在禁地中的努力。我是救援队的，没有苏阳帮助，我们根本进不了灾区。感谢苏阳哥哥，我和奶奶3天没有吃东西，是他救了我们。国家在努力，兄弟姐妹们不要放弃，未来会好的。将民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，本就是我的目标，也是作为龙国公民应尽的责任。这点无需感谢，换做任何一个龙国人都会如此。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份责任，我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壮大势力，让大秦的铁蹄踏遍整个禁地。现在是时候开始全面升级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3级主基地将会给领地带来何等的提升。升级前得先统计领地资源存量和生产速度，有限资源得规划出最优升级路线。不算新矿机，有5台矿机在运作，1级石矿机1台，产量100单位一天，加上双重 buff， 产量到220单位一天。2台1级探矿机联合产量110单位一天，加成后242单位一天。1台2级铜矿机和1台1级铜矿机联合产量120单位一天，加成后264单位一天。从昨晚到现在近12小时，石矿存量363单位，探矿产出168单位，给玉甲士兵补给后消耗完了。军队消耗太大，2级玉甲锐士和弩手每天各需2单位探矿，40名锐士和30名弩手每天就得140单位，4名2级斥候每天要16单位，李信每天还需10单位燃料，总共166单位。虽然有 buff 加成，每天能产242单位探矿，但加成有时间限制，之后产能就回到110单位，根本不够维持军队，得提升燃料基础产能，动用矿脉迁移技术，把之前斥候标记的探矿迁回来。这探矿品质丰富，建矿机后基础产能60单位，天，升级矿机1级升2级要10单位铜矿。从昨晚到今天，铜矿产出186单位，消耗64单位，还剩122单位，还算富裕，直接把1级矿机都升级了。3台2级探矿矿机基础总产能飙升到255单位一天，加上 buff 到561单位一天，翻倍了。能源问题暂时解决。来看看铜矿，2台2级铜矿矿机基础产值180单位一天，加成后396单位一天。这下机甲维护和弩箭补给不用那么节省了，后勤强大了，
升级更有底气。接下来核心是升级千机塔和御甲营。千机塔掌控关键科技，御甲营能解锁更强兵种。千机塔升3级要30单位铜矿和50单位铁矿，御甲营升级要50单位铜矿和100单位铁矿。还好现在领地产能和存量都不错，不然这2样都难解锁。因为铁材质加入，外观变化很大，变成银白色，结构也更复杂。千机塔还变成双塔身了，难道能同时研究2种科技？果然能同时进行2项研究，这大大提升科研效率啊！可惜虫巢之心用完了，之前用的太奢侈，都浪费在短时间科技上。要是能分解就好了，能不浪费加速时间。还好3级千机塔能双科技同时研发，效率能大大提升。科技硝石探测，硝石可是火药原料、热武器时代的重要物质。没想到铁器时代和热武器时代要同时到来了。果然解锁新单位，优先解锁资源没错。这天火卫是什么兵种呢？重型火炮单位，兼具覆盖式和单点式打击，外出战斗和基地防御战力都大大提高。不过召唤天火卫要2000点统御值，能源消耗也大，每天基础维护5单位燃料，弹药消耗更是夸张，注定不能成为主力部队。小批量生产当战略型单位更好，但有这么强力的兵种加入，大秦热武器时代要开启了。铁矿和硝石科技解锁，御甲军团也有新升级。兵种大秦御甲锐士，效果御甲获得全面升级，并配备铁质盾牌，提高整体防御属性。统御值600点，所需前置科技炼铁工艺。兵种大秦御甲弩手，效果御甲获得全面升级，获得2种针对不同单位的新型剑矢。统御值800点，所需前置科技炼铁工艺、火药研究。兵种大秦监理斥候，效果动力装置获得全面升级，探索范围增大，并解锁铁矿和硝石矿的探索能力。统御值1000点，所需前置科技磁场研究、硝石探索。斥候是当前重要兵种，等科技研究完就升级。御甲锐士升级有盾牌，能提高防守容错率。御甲弩手有新型剑矢，应对新虫族有用。不过这些升级先不急，李信加入后暂时不缺战力，还是优先召唤新单位和升级重要科技建筑。生产类建筑升级对铁消耗太大，目前资源生产速度达标，先降低优先级。防御类这边，城墙先升到2级，3级城墙消耗太大，以后再说。天火塔根据重巡攻势决定建造时机，将军府能升级将领技能，但李信现在等级不够，以后将军府升级了，重点关注。来看看这一计有什么效果。异种实验站，这警力太棒了，能研究异族生物，生物质燃料，说不定能把虫族尸体变成燃料，以战养战。还有燕骨也能在这里研发，不过任务难度是最高等3代虫群，得先攻略一处3代虫巢，了解他们的实力。千机塔科研完，先升级斥候找资源，铁矿和硝石很关键，然后召唤天火卫测试强度，点出炼铁工艺和火药研究。资源够了就升级城墙、矿机、修天火塔，最后攻略3代虫巢，调整部队，再触发遗迹任务。领主，我们带回了2处2代虫巢方位和众多矿脉位置，有一位斥候发现了疑似盐碱地的区域，但因燃料不足，只能简单标记。盐碱地，那可是容易产生硝石的地方，获取硝石，领地就能进入热武器时代了。
这应该是进化后的雌虫，不再是2代种。盐碱地硝石产量丰富，拿下它能解决火药供给问题，得派斥候去全面侦查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先处理家门口这2个2代虫巢。李信，集结兵力。领命！御甲部队集合。报告领主，部队集结完毕，请指示。有李信在，终于不用我亲自上战场了。解锁前置科技，马上升级斥候。探索范围提升，还获得铁矿和硝石矿探索技能，不错。尽可能获取盐碱地的详细信息。这是检测磁场异常的装置。目标已到，准备战斗。无需战术，无需偷袭，正面迎敌。对虫群情况了如指掌，这一战结局已定。御甲弩手第1轮射击。第2轮射击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可笑的埋伏。全部消灭，动手将虫穴内生物消灭殆尽。看看昨晚的战斗记录，不错，没有波折。御甲军团碾压虫群，接下来检验天火卫战力，然后进攻盐碱地，用虫巢之心加速研究。2项科技都完成了，千机塔升级后还有这效果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大秦天火卫第1个热武器单位，威力究竟如何？火药技术，御甲营升到3级，形制变化很大，正面大门加宽近1倍。这家伙的体型根本就不是正常兵种单位，天火卫高度接近3米，超过身穿机甲的李信。御甲宽度接近2.5米，内部有1名士兵操控。这是一台纯正的战争机甲，士兵只充当操控者角色。装甲部分全部由铁质材料拼接，各关节处都有严密的护甲防护。机甲主体呈灰白色，看起来厚重无比。各大主要防护区域都用醒目橘红色勾勒如火焰般的图案，冷峻威武中又多了股热烈激情的美感。古代朴素的火炮，经大秦科技改造，竟如此科幻，技术复杂程度不亚于现代火箭筒。刚解锁火药研发就能召唤，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太疯狂了！李信，集结和昨天同样规模的队伍，向第2处虫巢出发。以现在的深渊凝视等级，出基地不算危险。还有李信护卫，触发遗迹也得领主亲自去，就当模拟演习，其实就是想看看天火卫威力。口径即正义，炮塔即真理，可不能错过天火卫首次亮相。而且那处虫巢地势低，在制高点能有上帝视角，看虫群在火雨下崩溃，肯定精彩。报告将军，部队集结完毕，出发。昨天苏阳拿下了有史以来第1次双榜第1，不知道今天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？又有新兵种了，全面铁质装甲，疑似大炮的武器，排出气体也不再是浓白蒸汽。新单位很可能是热武器单位。
直径半米的炮口，这也太夸张了。绝对的，秦朝的蒸汽装置不会喷出黑烟。历史上那些有名的科斯达大炮、克虏伯大炮口径不过才20-30厘米，而且这种口径的大炮一般都只能固定在地面上，而这台机甲竟然能带着走。教授，口水流我鞋上了。口径即正义，只要火力足够，就能摆平一切。不过这炮管过短，精确度难以保证，爆炸威力还得看实战表现。集合，就是这里了。你们先去探路。弹道学很专业，尤其是这种抛射类大炮。这么快就好了？估算距离，测量仰角不难。第一炮是试验炮，看看落点；第二炮才精准打击。第一发有点浪费啊，不过这是必要损耗。来吧，先打一炮试试威力。开炮！天火卫威力远超想象。这威力绝对超过现代大部分单兵导弹。这威力，这是刚解锁火药科技就能制造出来的东西。焦土区正中央就是虫巢吗？竟然一发就完美命中了。接近5000米距离，正中目标，这精确度是刚发展起来的秦朝实现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实现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炮弹的威力，近50米区域毁灭性打击。太恐怖了！这炸药当量绝对是吨级航弹级别，不，绝不止吨级航弹。我们吨级航弹只能炸出15米左右的弹坑，除去土壤差异，这当量恐怕要在10吨以上。上次选西晋这时候还在派工人挖煤，秦朝竟然已经出吨级火炮单位了。这秦究竟是什么情况啊？真是外星文明吗？我靠，这么恐怖的威力，满级精准度，50米区域，毁灭性打击，冲击波上100米杀伤范围。你跟我说这是刚发现消失的文明能造出来的东西？是否继续激发？必须打！真男人怎么能只打一炮？我的老祖宗，这挂是不是开得太大了？这玩意儿不得给虫族脑壳都炸昏了！放。据说这动作可以减少骨膜受伤，这是。这一炮直接把整个虫族老巢都给掀了，虫族连他们人都没看见就死绝了。原本想这一炮清剿大部分虫族，再让李信带队收尾，没想到天火卫竟然一炮清场了，连母虫都炸翻了。还收什么尾？这一炮连坟都给他们挖好了。如果给天火卫一个字评价，那就是强，毫无道理的强。冷兵器时代的超视距打击，除了强还能怎么形容？得尽快拿到硝石矿资源，让天火卫实现打炮自由。已知虫巢处理完，深渊凝视等级升级，测试了天火卫威力，还获得2项成就。这趟旅途圆满，接下来就看斥候部队了。希望能尽快发现铁矿和盐碱地，让领地发展进入新阶段。北面和东面城墙向外延伸20米，西面城墙平移10米，动作快点。建立新城墙花了200单位石矿，接下来升级外圈新建的城墙，投入所有铜资源，升级城墙。检测到城墙升级，触发文明特性万里长城。该文明拥有精湛的城建工艺，所建造城墙高度以及防御属性获得100%提升。2级城墙也能触发文明特性，这升降机舱空间挺大，估计能运不少人。这速度
可比前世景观电梯快多了。12米的高度，虫群想爬上来可不容易了。这3层结构的城墙、战斗层，还有自动开关的射击孔，反击能力大大增强。再加上这升降机，士兵移动也方便快捷。这次改造很成功，城墙升级好了，铁矿机也运作了。接下来该升级军队，准备讨伐3代虫巢。3代虫巢4重升级了，御甲士兵得全面升级。现在统御值还有2360点，关键节点科技已点完，能全部用于兵种升级。现在城墙和天火卫不缺防守能力，重点提升外出战斗的遭遇战能力。御甲锐士在复杂遭遇战中多变性更强，升级他们能增强战力和抗风险能力。升级20名御甲锐士和10名御甲弩手，这次升级效果太惊人了，从御甲到武器都升级了。3级御甲锐士的护甲覆盖率更高，武器也升级了，战力肯定大幅提升。